我哪里做错了？我是南方航空的空姐。我告诉你，做服务人员最基础的是什么？是做好服务。你们连中文都讲不明白，你们还说飞国际航班飞什么呀？凌晨2点的国际航班，上百号人啊，就指望着起飞后能闭上眼睛睡个好觉。结果呢，机舱里硬生生被这位自称是南航空姐的大姐用刺耳的声音给彻底撕裂了。飞机被迫停在滑行道上。事情发生在4月22号凌晨，亚洲航空重庆飞吉隆坡的航班上。起因吧，竟然让人笑掉大牙。这位大姐是跟另外3个朋友一起拼团出去玩的。结果呢，那3个朋友也不知道是啥原因，磨磨唧唧的没有赶上登机时间，被机场地勤拦在了登机口外面。这大姐自己是赶上了，一屁股坐在座位上，左等右等，发现朋友没有上来，那顿时就不乐意了。她可能是这么想的，老娘可是花了真金白银买了票的，我们是4个人的小团体，我都进来了，你们凭什么把我闺蜜关在外面？你们把舱门重新打开，让飞机再等个10分钟，怎么了？第一，我有4个朋友，第1个朋友都上不了飞机，卡着他不让他不上来，这是不是你们的问题？我说凭什么卡？这是他机票都取了，这是凭什么卡他？那你说我的情绪能不激动？爱吗？大姐，你醒醒哦，这是国际航班呀，这飞机的起降时间那是精确到秒的。你知道什么叫起飞窗口期吗？塔台给你的指令，你哪怕是晚了1分钟，那对不起你就得重新排队。那你这一重新排队呢，整个机场的航线调度都要跟着你乱套。你以为机长是你家雇的司机，还能挂个倒档溜回航站楼去接你朋友啊？这简直是太可笑了。那面对这种极其自私的噪音污染旁边人肯定是受不了的。当时坐在他附近的一位乘客，这小哥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用这个中文提醒了他一句：这位女士麻烦你声音小一点，大家都要休息了，而且这个飞机正在滑行，马上要起飞了，请你关机。那大伙摸着良心说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不小心声音大了，别人这么提醒你，正常人是啥反应呢？那肯定是脸一红，赶紧捂着嘴把这个电话给挂了，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是你用正常人类的思维去揣测巨婴，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哥们儿的一句提醒，不但没有让这个大姐感到羞愧，反而像是一根火柴扔进了火药桶。在巨婴的心理学里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他只觉得你算老几你凭什么管教我？你让我没面子了。这大姐瞬间转过头，对着那哥们儿就是输出。眼看跟这种人讲不通道理，那这哥们儿二话不说就直接掏出了手机，对这个大姐就是拍一段视频留作证据。好家伙这一下算是彻底点燃他的怒火，这大姐就彻底陷入了癫狂状态。他说我不该打这个电话，我承认我当初是声音有一点大，可能影响了这个他的心情，他让我小点声音。我说现在飞机没有起飞，那我请问我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飞机起飞了自然断网了，我也打不了电话，没有毛病。他拿手机拍我，录我视频，我让他删视频。乘务人员过来了，处理不了任何问题。我唯一的诉求只是让他把视频删了。他一直给我标中文标英文，我说我是 low English speak low English China 讲中文，他能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让我不能飞？你今天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给不了都别飞了。我发干什么了？你今天给我说清楚说明白，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证人，有很多人后面的朋友，很多人拿手机录了视频。我想知道我霸占了什么，我犯了哪方面的罪，哪方面的法律，哪方面的行程，你给我把这个说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讲明白讲明了。 O OK Are you OK？ 恢复现在会讲中文的，刚刚为什么没有一个讲中文的人过来？明明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要激动，我很激动，你耽误了我的行程，谁给我赔偿？首先我先讲，那你现在给我把赔偿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我谈清楚，我现在立马走人。就是你给我把赔偿，你今天给我把机票报了，然后给我谈赔偿，现在立刻马上说解决方案。我现在下飞机，我不耽误任何人走。他竟然嫌人家外籍空乘不说中文，你以为你买的这是村口的客运大巴吗？咱们重点说明一下这是亚洲航空，一家总部在马来西亚的廉价航空。外籍机组在跨国航线上，默认的第一工作语言是英语。
那目前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条国际航空法硬性规定这非中国的航线就必须给你标配一个中文8级的空乘。你可以吐槽人家航空公司的服务不够本土化，不够接地气，但是你指人家外籍空乘的鼻子，用一种老佛爷的姿态，强制命令人家必须说你的母语，这是哪门子的法律依据啊？你要求人家说中文没有半点法律支持，反而是你在滑行期间大吵大闹，那是白纸黑字的触犯了航空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这个事儿，最让人生气的是他的那一句“我是中国人”，我说的很明白，我是中国人。哎呦喂，我真是求求你闭嘴吧祖国可背不动你这口黑锅呀！你在国际航班上像个泼妇一样撒野，最后居然拉着14亿同胞的脸面来给你个人的无理取闹当遮羞布。那帮外籍机组和满飞机的外国乘客，那大半夜的可能根本搞不清楚你们到底为什么吵，但他们绝对记住一件事儿。今天是一个自称中国人的疯女人把我们全飞机的行程都给毁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一颗老鼠屎坏了中国人在海外的名声啊！我已经看到好几个黑子在拿这个事说事了。然后呢，他还说自己是南航的空乘人员。第一如果你真的是空乘，你会不知道飞机在滑行起飞前大声打电话是大忌中的大忌。你会不知道在机舱里大声喧哗是严重违法吗？还有这第二，也是最搞笑的一点，你拿国内航空公司的员工头衔去压迫一家马来西亚廉价航空的机组，你是觉得南航的牌子大能给你跨国执法权？他就是想给自己套一个看似极其专业的虚假马甲，企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来掩饰自己那极其蛮横无理、素质低下的流氓本质。这种极其低劣的虚张声势简直就让人笑掉大牙呀！那面对这种极品无赖，跟他讲道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机长果断做出了最正确、最强硬的决定，停止滑行，呼叫塔台，报警。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只是需要他们沟通一下。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讲中文？先听我说。为什么国际航班的人都不会讲中文？为什么做什么服务行业？我想问你。冷静一下，我们冷静一下。我冷静不了，我也很赶，不是所有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我也不希望让他们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行程。但是我先冷静一下，我冷静不了，我的哥们儿。我冷静不了，下来我们再协商，好吧？先不要耽误这些飞机人的时间，好吧？上面去协商，好吗？对，升机场去协商，好吧？我们会给你找工作人员给你协商的，你放心。你的手机，我需要视频，我需要后面乘客的视频，全程录像，我需要视频，我需要证据。他们后面有乘客录了视频，也有人合照，很多人都鼓掌了。我需要一个视频，有没有人发给我？人虽然被带走了，但是因为这场极度脑残的闹剧这个飞机足足延误了1小时46分钟。对于那些直飞吉隆坡的人来说可能只是在飞机上多等2个小时，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对于机上的10几名中转旅客来说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了。这10几个人买的是联程机票，他们要在吉隆坡短暂落地，然后马上换乘另一架飞机去马尔代夫。可是当这个飞机终于在吉隆坡机场落地时这10几名满怀期待的乘客绝望地发现他们原本要乘坐飞往马尔代夫的中转航班早就按时起飞了。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亚航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不是航空公司的机械故障这是人为导致的延误。航空公司呢，最多只能给你安排个免费的机场快捷酒店对付一晚上，等第2天甚至是第3天有空座的航班再把你塞进去。可是这期间的巨大经济损失谁来赔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受害的女乘客说钱没有了，我们可以再努力去赚，但是我们大半年精心规划的心血我们满心欢喜的期待被这个女人彻底撕得粉碎我们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什么错都没有犯，为什么要让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这件事情在网上曝光后全网彻底炸锅了，热搜直接霸榜这网友们的怒火一开始全部像重机枪一样集中扫射在了那个南航空姐的身份上，最后南航的高管估计气得直接把桌子给掀了。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女的她根本就不是南航的员工，她就是一个纯纯的法盲，为了在吵架的时候给自己长脸，随便胡作了一个假身份。南航官方第一时间甩出了声明经严谨核实，涉事旅客与南方航空无任何关联，其自称南航员工纯属造谣生事。这个声明一出全网是又气又笑这场荒诞至极的闹剧如果最后呢仅仅是机场公安把他带下飞机批评教育2句写个保证书就放了，
那不仅是天理不容啊，更是对中国法律的疯狂践踏，对那些损失惨重的无辜乘客是不公平的。他在飞机上干那些事啊，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极其严厉的专有名词，叫做激闹。哎，你以为飞机上吵架跟你在菜市场跟大妈吵架是一回事吗？大错特错啊！飞机是极其特殊的密闭公共交通工具，它在天上的安全啊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那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啊，扰乱航空器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就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你个警告或者罚款200。但是啊，像大姐这种不仅是大声喧哗啊，还直接导致飞机延误，造成极其恶劣影响和他人经济损失的，那是妥妥的情节特别严重啊，行政拘留绝对是跑不掉的。甚至啊，亚洲航空也可以完全起诉他。这就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所必须付出的极其惨痛的代价啊！对于这种无视规则的毒瘤、社会的毒打，法律的铁拳是治好他们巨婴病的唯一特效药。那咱们在此也强烈呼吁重庆相关司法部门对于这种激闹分子一定要从严从重顶格处罚，并且呢要把这个处罚结果公之于众，杀鸡儆猴啊，让那些以后还想作妖的人好好看看啊，这就是挑战公共安全和公众底线的下场。